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交流一下，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品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助理教授接仲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礼拜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啊，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会如何？这个伊朗会不会被美国给打了？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啊，这2天也看到他亲自的介入啊，暂时叫停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那伊朗方面呢，也在关闭领空之后呢，又重新的开放他们的领空。川普表示，因为呢，他收到了情报显示，看到伊朗的局势有降温，美国动武的理由正在减弱，而且他指出，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华盛顿谈判。美国对伊朗出手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呢，在去年2025年的6月，美军发动了午夜铁锤行动，当时出动了125架军机，那其中包括了有7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轰炸了3个核设施。再往前推看一件事件，就是2024年的9月。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他们曾经渗透供应链，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这个 BB 扣里面植入了爆裂物，使得呢这个呼叫器同时爆炸，当时就导致至少42人死亡，3500人受伤。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有分工合作。可是现在从原本的美国、以色列扬言要共同打击，到现在局势突然缓和冷却了下来啊，这个背后的战略考量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季老师怎么看？好，首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如果美军要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它在中东地区目前的战力集结其实还不够，因为先前美军把战力抽调到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有12艘美军的军舰，那以至于中东地区其实目前只有3艘驱逐舰跟1艘潜舰，没有航舰打击群。所以，那在没有航舰打击区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在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发展，当然就是大概1月14号左右传出，美国下令那个在南海的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开始开往中东。那整个航程大概要1个礼拜，所以大概会在1月20号跟1月21号左右就位。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应该会利用林肯号部署的这一段时间，再去对整个情势做评估。因为最主要是在1月8号，伊朗政府从晚上开始做血腥镇压之后，目前伊朗街头上的抗议算是暂时被压制下去。那这个就让美国还有区域其他国家对于局势，包括以色列都要重新评估。因为原本对于美国或以色列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民众的抗议，导致伊朗的统治结构里面出现所谓的窝里反。那原本他们可能最期望的就是，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共和国，是那掌握大权的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他的相关的体系。那些比较政府的机关，其实都算是执行者，然后加上正规军。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原本认为最佳的剧本是，因为民众的抗议，所以军方正规军加上在行政单位的一些官员，决定联手挑战推翻这个神权领袖。因为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推翻之后，因为军方的力量还在，所以呢，推翻神权统治之后的伊朗政府还有能力控制相关的局势。对，因为还有军事力量。对，还有军事力量，还有一些安全的力量。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就比较能够跟美国进行相关的谈判跟合作。对，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老师，您提到说，特别现在就神学制政权掌权的伊朗当局、领导当局来讲，他要怎么样去防范您刚刚提到的窝里反因为避免里应外合。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如果是里面如果有内奸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1月8号，伊朗政府开始血腥镇压，那个镇压的规模感觉上是连军方都参加，所以就让所谓的窝里反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代表
正规军还是决定跟这个神权统治、神权领袖站在一起。是。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最坏的状况反而变成好。如果今天在美国跟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之下，再加上民众的抗议，德黑兰的统治突然崩溃。但这个崩溃之后，因为德黑兰没有一个有力的体系可以掌控大局，然后这些神权系统加上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各地都还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可能变成伊朗内战。那一旦内战的话，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土耳其等，他们就会担心，第一个，尤其是在伊朗周边接壤的国家，难民，因为他们都看到之前叙利亚的状况，然后大量的难民出逃，是。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是说，在跟伊朗附近的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川普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就是担心，万一伊朗中央统治突然崩溃，变成内战，第一个大量的难民。那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会担心的是，如果伊朗丧失中央统治，他那些核设施会不会外流到不该流的身上？反而现在的状况，他们华府内部可能有人会认为说，现在的伊朗政府虽然还是个集权统治，但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很多小弟哈马斯、真主党都被剪除了，现在大概就是在也门的青年运动。是，那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再去支持青年运动的力度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政权虽然是个集权，但是它最起码还能够稳定内部的局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伊朗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哈，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东情势后续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先前也和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彼此通过电话。那阿拉奇呢表示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还特别在官网上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说伊朗外长呢在电话当中通报了伊朗局势最新发展，也强调最近呢在内部发生的骚乱是外部势力所煽动。现在看起来中方非常的关切，可是中方对于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啊，这个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目前所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就变这个跟王毅跟这个伊朗的外长在讲的电话里面3个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伊朗情势的3个反对。他的3个反对呢，第一个反对是反对这个他国就国际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争端那第二个反对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第3个反对世界再重新倒回为丛林法则。那这个反对已经是蛮清楚的。你外交上大概这样子，由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做这样子的立场，其实是对伊朗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高层级的支持了。在这个情势下。那当然，在经济上的话，中国对伊朗过去一直是很支持伊朗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原油那它原油的部分的话，正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就变成它的原油的销售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事实上有西方媒体在前一阵子也指出来，那么伊朗大概每天它这个原油大概每天可以外销220万桶。那这是西方媒体做的报道这个要查证。那他认为90%这些外销原油都是进入中国大陆。那所以基本上今天能够在国际上还购买大批伊朗原油，在经济上给予伊朗很大的经济支持，就是中国大陆。这是长期持续性的。对。那这个不会因为有危机或者没有危机会有断绝。所以伊朗对中国大陆经济已经给了。中国大陆对伊朗经济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军事上的话，这个就说伊朗在很多它军事的这个科技上，甚至关键装备上这些部分，那各方的报道不一。那因为伊朗在过去几年它的所谓的这种长程的中程导弹，事实上已经在实战场上证明是非常非常的先进。
而且它也有超高音速导弹。可是外界就在猜这个技术从哪里来。那有人说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伊朗只有一海之隔啊，就是里海，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大批的援助不需要西方任何的，西方没办法阻碍，连甚至监视都很难。你要看这个12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的土地中间大部分都是伊朗高原，靠西边是它的这个主要人口跟经济活动地区，那边都是高山峻岭，对，高加索山，好几个山了，德黑兰就在那边。然后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在它西北部，离海比较近，所以从战略的角度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让伊朗落入到这个西方的势力里面它的整个里海地区都会陷入到很大的怎么样威胁，所以反而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更大些，地缘政治来讲，伊朗非常的重要。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又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遥远。而且中国大陆过去在中东地区有更宏观的战略，我们记得很清楚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跟逊尼派的沙特在中国大陆北京进行了和解。那这个对于这个伊朗对沙特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正面对抗中里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给了伊朗很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尤其现在在外交上，那军事上要看未来怎么发展。那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川普已经自己找了2次台阶自己下了，那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以军事的方式进入到伊朗的话，美国能得到什么？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什么？这是川普自己要去考量。现在就是看说大使刚刚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只要石油供应不受到影响，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石油，其实看到最近的油价的波动因为在石油这边，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还是诡谲不定。战争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有个石油相关的有趣现象，就是 OPEC 发布他们的月报，表示说，预期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加每日是134万桶，跟今年预期的每日138万桶增幅是相当的。报告也指出呢，全球经济活动预期在2026年跟2027年都会维持强劲的表现。另一方面呢，艾德金融投资执行董事叫文景辉，他分析说，川普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如果未来再成功控制伊朗的话，反映石油控制权就会易主失去平衡。那相信呢，其他石油国就会实施禁运或者是跟川普来想办法怎么样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未来油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有很大的机会再度攀升我们怎么看国际油价，还有因应现在的局势它有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情形？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组 OPEC 它的目前的评估正好跟 IEA 就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有点不太一样。国际能源署是没有那么乐观。那如果以这个波斯湾国家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是平稳的，没有受到这次伊朗目前的风暴影响。因为最主要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并没有被封锁；第二个，并没有任何的油田被炸掉；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石油生产国家宣布停产。这3个原因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风暴并没有发生。那我们过去20年，市场早就习惯了说，这个中东每次都有这个危机的疲劳症了。就是说，伊朗要报复了，美国所有的方案都放在桌子上了，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但是最后呢，如果没有发生油的断供链，就不会有什么石油大涨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那当然影响很大。对，因为在石油海运它占了1/3那我们亚洲市场它占了80%。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如果一旦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的话，那确实对石油的油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诚如刚刚大使讲的，美国如果要攻打伊朗，他一定要设定好他的战略目标。你能不能拿到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你如果像上次去年6月你去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显然
看起来目前没有完全的毁灭它所有的核设施。那如果你是目标是核设施的话，那跟石油又是两件事了。对，你能不能进驻伊朗去取得它政权，那更是非常的几率非常小。诚如刚刚杰老师讲的，伊朗是一个教士国家，它的统治非常复杂，而且这次它暴乱是因为经济问题，它官方的汇价跟民间黑市的汇价差了几十倍，所以呢通膨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都有问题。过去还有补助，现在连补助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那目前这个状况，好像统治层还目前有效的控制，还没有失控。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美国要去攻打伊朗，你一定要设立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它不是像委内瑞拉，他是想把这个总统马杜罗抓走，然后呢，希望接他的人能够贯彻美国的意志，对不对？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能够归美国所能来使用。那现在伊朗能不能达到这？显然这个情况是差很多。还有很多阶段性的考量哈，因为毕竟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可拿来做相提并论啊，这个可能更复杂的多。重点就是在于说，你控制住之后，那个 afterwards 之后的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可真的是千头万绪。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继续来关心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被通缉的人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谢老师你怎么看呢？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的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好，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有。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都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离地。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站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
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公司啊，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变来变去，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啦，他这样讲，所以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现在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几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过陆老师怎么看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成到5成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煤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
都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它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等一下回来就要来聊的是，如果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在科技上的发展？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科技相关的议题啊。根据最新的报道，这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报关行，说 NVIDIA 的 H200人工智慧晶片呢不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但是路透社无法确认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指示是不是适用于先前已经下定的 H200晶片，还是说从这个禁令之后只针对新的订单来下达禁令？美国科技新闻媒体The Information 呢，昨天就引述了2名知情人士的话，他们报道说，中方政府在这个礼拜告知部分的科技公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批准他们所采购的辉达 H200。那比如说用在哪些地方呢？大学研究之用，那就可以放心。北京先前已经端出了一份这个 H200的用户名单呢，现在却又传出说要禁止 H200进到大陆的决定。大使，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这2天有一些分析也看到说，并不是全禁，那它的调控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的发展啊。那因为你 AI 晶片你要能够发展的话，你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投入啊。你研发出来了，结果大的用户都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 H200了。你寒武纪也好，你华为也好，你这芯片卖给谁？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是以保护本土的这个 AI 芯片来作为第一考量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进 H200 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umber 2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umber 2我不需要，对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2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2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Number 2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
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对，这讲得很清楚。你觉得跟先前这个辉达不是有提出说要全额先预付，就把之后不是分期的，而是你一次付的这个当做一个谈判手段？那就是说他自己掌握的情报不够精确吧？也大概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大陆就告诉你就说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这个都是库存货啊，对你这些都是你库存，你销库存，你还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呢？你卖别人算了。后来有改过，到时候付定金也可以，付定金也可以，对不对？改了嘛？啊，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啊。因为他有出口税啊，美国政府宪法明定不能固定出口税，你出口1块钱你要拿2毛5分给我，这什么政府、啊？不适用于川普，那川普就跟你要啊，对不对 ？AMD 的时候只收了 AMD， 因为它那个是所谓特用，不是通用的，那个也是 AI 晶片，所以他给他收了15%。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讯息，我想让美国的科技界、全世界科技界，大家会很震惊的，就是说，哇 ，H200你不需要，对，那你自己有是不是？那我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我反正不需要，就表示我不需要嘛。对，不需要就表示自己有能力，自己靠自己嘛。那钱不必要，你美国不必拿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科技界哈。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因为美国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在一个芯片上，它两个不可能。第一个让你买不到，先让你买了，过来还有一个让你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让你买得到，结果你不要，意思是说你做得出来吗？那你对中国大陆过去所有的晶片设备的这种打压，看起来没奏效啊。对。要不然中国是芯片制造设备自己做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用各种方式啊，用这个所谓算用不是用所谓的这个算力，而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解决算力的不足了。反正大陆想出解方，刚才提到有解决办法了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就是说，当你依赖习惯之后呢，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就必须要先想想这个因应解决之道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媒体啊，新通社公众号，他们最近也发文，他们分析了说，这次美方松绑 H200到大陆，暗藏着3重算计哈。哪3重呢？第一重就是呢，基于大陆500亿美元规模的 AI 市场，这个饼很大。那透过25%的交易抽成呢，也能够对美国的财政啊，这个会有很大的益助。那光是辉达单季度中国区的收入，就可能为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红利。第二重算计呢，是为辉达这些企业来纾困，因为先前的出口禁令让这些科技巨擘啊错失了关键市场。现在开放销售的话，可以挽回一些，至少这个营收上面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以补回来。第三呢，是试图用技术供应来麻痹中国大陆企业的自主研发意志，延续美国在晶片领域的话语权。陆老师怎么看新通社这个分析？只有一点他讲的不对，就是纾困啊，替辉达来纾困这个用语是比较不恰当的，因为辉达目前是全世界最会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你不能用纾困来形容它，只能说它减少它去年因为55亿美金的那个订单的损失，希望减少损失了，你不能用纾困辉达来作为理由，这个全世界人家没有人听得进去。但其他2个理由也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尤其是第3个理由，对，第3个理由是最好，就是说辉达要用它整个技术供应链。来让大陆的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来降低，这一点很重要。刚刚谢大使有讲，目前中国大陆在晶片研发，华为跟寒武纪是 Tier 1，就第一间。那么他们还有 GPU 4小龙还有什么木犀啦、穗源啦、天数智新啊、必刃科技，尤其木星最近刚挂牌的时候，第一天就上涨700%，不得了。前2个礼拜又挂牌一个摩尔县城，也是一挂牌就上，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 AI 的晶片这个非常的疯狂。那这一部分他们研发也加大力道。那如果辉达的这个 H200就是次高阶的这个晶片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中国大陆在 AI 的供应链方面，就是它整个的生态链上面
有取得优势。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卖一个晶片，不是只有那个晶片，你要用CUDA那个系统软体才能够操作，你还有那个硬体设备也要配合。那软体、硬体要配合，还要有先进的封装，还有辉达的晶片，你还要跟超高频 HBM 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那如果辉达能够把这个生态系卖到中国大陆的话，那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在 AI 市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那当然辉达不会放弃这市场，对，他卖过去啊，对他来讲，不只是他在企业营收上有他的获利，不止美国政府可以抽税，那他最主要，他抢占中国 AI 市场的生态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 H200如果因为禁令的关系，那不管是先前的，有没有包括先前的，或者现在之后的问题，就回到了黄仁勋的身上。好，你觉得他会想怎么样来因应呢？我觉得黄仁勋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以美国合规的方式把他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做生意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 AI 市场的确是除了美国，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 AI 最大的市场，而且是2个这个最竞争的市场。那如果辉达的晶片如果能够卖到中国，我相信对辉达是有很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业者是透过其他的私下管道去取得 NVIDIA 的，就说虽然没有直接，可是用间接的方式，譬如说透过新加坡啦，还是透过哪里去取得了 NVIDIA，因为 NVIDIA 的晶片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 AI 里面没有无人可敌嘛。虽然 AMD积极追赶，但是目前它还是最领先的，否则它怎么会有市值有4.5兆美金，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黄仁勋又要再发挥他这个长袖善舞的能力，要来说服，特别是要说服川普，要说服川普，而且不只是说服美方哈，还要说服中方这一边。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这个 BIS 啊，就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规定哈，所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前，必须要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审查晶片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大陆的晶片数量呢，也不能够超过辉达给美国客户总量的50%。另外呢，在去年12月啊，其实美国与8个盟友共同推动的这个系和平倡议啊，川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层级的 AI 政策框架，而且表示呢，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轻易的在 AI 竞赛中追上美国。半导体跟 AI 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他的分析师就指出呢 ，H200事件反映出了一种仍然在华府内部争论不休的校准式围堵策略。美国在历经了拜登政府那整个围堵之后呢，发现呢其实是无效的哈。但是要如何维持在科技上现在所剩不多的 AI 领先地位？那这次的 H200，大家也认为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姜老师。其实我觉得就 AI 的算力来讲，整体的算力来讲，美国目前还是领先中国颇多啦。因为现在有个统计，就是说以 H100等级的算力来讲，美国大概的算力大概是112万颗等效算力，那中国大陆大概23万颗，那欧盟是7.6万颗。所以美国其实在这种大型模型训练啊，或者是比如说更高端的军事上的 AI 等等，它其实还是比中国大陆拥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大陆掐住了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这些军用以后 AI 要军用，它不可能接个电线嘛，它要靠电池。高效的电池，那偏偏高效的电池现在美国被中国大陆掐住，因为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了，在目前美军的武器系统当中，有6000种跟电池相关的零组件，蛮依赖中国大陆的。那特别是以后他们在发展的磷酸铁 LFP 这种电池，很不幸，中国大陆市占率99%，关键零组件的产能90%。换句话说，没有错，以后美军可能会有强大的算力，但是当我这些在前线的这些系统需要用电池来确保这个算力的时候，这个电池反而掐在中国大陆手上。那美国虽然是有这些原料，但是因为美国的法规、环保法规，让他没办法开采。然后就算是川普现在想要做，他们估计大概花5年可以建立产能，但是你要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产业链要出来，时间更久。
所以是说，虽然算力部分美国有优势，但是在战场上运用的时候，中国大陆又掐住了它的关键节，而且掐住了正好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关键节，对，没有想到在这个大机器的当中，那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却是能够左右这个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来关心最新的消息啊，也就是台美关税的谈判。终于拍板定案，历经9个月终于有结果了。台湾的代表，也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在美国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取得了2个最优惠的待遇，一个是对等关税是15%，而且是不叠加，是美国贸易逆差国当中最低的税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未来如果课征232条款关税的时候呢，美方承诺将会给台湾最优惠待遇，这是这一次台美双方谈判2个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也听到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指出，在川普任内，目标就是要将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他也提到，这5000亿美元相当于头期款，用来把半导体制造，特别是制造能力整个要带回美国。好，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投资金额来看大家都在看说15%，尤其是比较跟我们这个比较近的日本啦、南韩啦，都说我们都是15%了，那都是一样。可是以承诺的金额现在2500亿再加2500亿就是5000亿美元，这占台湾的整体的 GDP 来看呢，其实是56.8%，比起日韩不到20%，我们确实多了2倍以上还更多。那所谓台湾企业投资2500亿美元，政府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我想问的是，陆老师，您是这个财经专家有哪些哪个企业有这种条件能够买单？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台湾在半导体跟科技产业目前最有能力的，当然就是台积电。那他因为这次的这个谈判，这个 MOU， 他并没有排除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已经承诺的1650亿美金，算不算进去就有争议了。如果算进去的话，就剩下就企业投资2500亿就剩下不多了。第二个，台湾目前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有能力也有需要会去美国投资，大概就是几家了：鸿海、EMS 就最大的厂。第二个就是这个英业达、微影，他们是做云端的伺服器的。第三个像这个晶片设计商，如果像 MediaTek、联发科或 UMC、联电这种有可能。其他的厂，如果像设备厂，去投资那个金额都非常的小。另外剩下封测的话，就只有日月光跟那个晶圆店这唯一有可能去投资的，就大概就这几个类别。但我相信金额都不会像台积电这么大，也不可能。所以台积电可能会占所有投资金额的是最大宗了。那这里我也要想说，这个有一个疑点，大家可能问了，就是说以为是2500加2500，可能是5000，但是它是这样的：第一个，它是企业自主投资，它没有给你期限，所以它没有要求你3年一定要投资完，这是跟日本、韩国他们不太一样，他没有给你定一个期限了。对，这是对我们企业来讲是最好的。第二个呢，你实际投了多少金额，它也没有限制，只是说你希望将来投资到2500亿，总额是2500。对，第三，你投资2500亿，那政府融资保证2500亿，信用保证2500亿，这2个并不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去投资2500亿，那这个2500亿政府把它保证用信用保证叫 credit guarantee 的话，那就是2个可以结合在一起。就像台积电，你说它没有融资吗？有啊，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也是向银行借钱啊。那当银行借钱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公股行库借钱给他的话，这就是政府的信用保证了嘛。政府信用保证有好几种嘛，一个是国库来保证预算保证，第二个呢是经济部或者是科技委员会的这个国发基金这种的一个科技委员会他们有提个产业创新基金这种的保证，第三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保证，
像这种保证就有这种形态。那像中小企业，如果小型企业跟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有保证的话，将来会获得80%的理赔，所以对这个银行来讲，它的风险就很低了。您觉得这次的谈判结果，因为在一片欢欣鼓舞的声浪当中，也有分析跟看法认为是短多长空，您觉得呢？对台积电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但对其他企业来讲是好的，因为像脚踏车、木材啊、工具机，全部他们的税率都降低了，所以对其他的产业来讲是好消息。那对台积电来讲，我们只是担心的是说，是不是人才一直往美国去，还有对内的投资是不是会减少了，一直往美国去投资，变成在台湾投资减少。所以台积电这个礼拜魏哲家董事长出来讲，他说没有哦，没有减少哦，我们这个台湾投资还是持续增加。所以而且这次法说会他特别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在台湾的投资还持续增加当中，而且我们按照台积电投资的时程它第一厂目前就是4奈米的去年才开始生产，那第2厂要2027年下半年才开始量产了，所以那第3厂呢，可能川普下台了以后都还没有开始量产，所以这个能不能完全像卢特尼克讲的说40%的这个供应量能够移到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听到卢特尼特讲说，你们只要让川普开心就好了，因为川普 happy 不 happy 是最重要的哈。可是问题是，刚刚你也点到重点，就是说以拖代变可能是一个台湾目前在采取的战略。可是，在这个结果宣布之前，刚刚也提到台积电有举办法说会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也表示说，未来在 Arizona 要买地，要打造一个超大型晶圆厂聚落。那外界也质疑，会不会是因为跟这次的关税谈判有关系，等预先铺排有让利？那财务长呢，就是黄仁昭，他就受访表示说，在美国扩大投资跟台美贸易协议无关而且台积电也没有参与任何的关税讨论，纯粹是对于未来的 AI 浪潮充满信心，而且也强调一件事情，最先进的技术仍然会留在台湾开发。好，那问题来了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谈判结果一公布之后，有人觉得很棒，有人也觉得说这要担心的就是因为是科技产业外移的后果，将来大家怎么样来承担？以拖代变的战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将来川普卸任，那美方如果拿着 MOU 要这个台湾履约，台湾有办法说不吗？因为先前在川普 1.0 中美发生了这个贸易战，拜登就强调中方没有履约，所以要进行采购，可是中方就有实力说不，可是台湾没有，那怎么办呢？大使，美国人是讲契约神圣的，有人认为说还可以拖，我认为拖不了。美国人账是清清楚楚，美国最多的就是律师跟会计师，他盯你的账。你就不要承诺，你这个押画下去你跑不掉的。你不要把美国人当作是傻大粗美国人都是律师脑跟会计师脑，这一点你要记住美国人，我告诉你那本账比我们清楚多了。你承诺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了，这个就是卖身契签下去了，就是一辈子这是我看法，我对美国人看法。你跟美国人打话，你试试看，你跟他打马虎眼看看，哪有什么马马虎虎的，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承诺就是承诺了。我告诉你，川普下台了，美国政府绝对把这个继承下来了，不管谁，他不会忘记了。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你答应的你政府做答应的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这个努特林克在这个，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民进党的宣传怎么做的不过努特林克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记者的时候，美国记者是一种非常惊讶的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台湾会做这样子的让步？5500亿，日本才拿了5500亿台湾5000亿，对5000亿，日本才拿5500亿日本有说有移哪一家公司去美国吗？没有当时石破茂说我们只是做信用，我们是去投资，然后呢我们政府只做信用保证。而且跟日本人讲，你不要忘记投资还可以赚钱虽然赚的钱美国分的多一点，可是呢，我日本还是去赚钱的对，韩国3500亿，造船业为主，它的核心实力，请问这个海力士去了吗？我们讲这个所谓记忆弹半导体，海力士跟三星是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去了吗？没有
为什么我们的逻辑晶片都要去呢？所以呢，美国的记者是不相信的口吻说，怎么可能台湾会答应这些事？川普的手下他好朋友努特林克怎么讲？他说，因为他们必须要取悦我们的总统。对 ，they need to make our president happy。就说了个大白话的。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的总统干？他说，因为川普是台湾安全的关键。所以他认为你就是靠他。那韩国的安全难道不是关键不是美国吗？他也不会这样讲。韩国跟日本也需要安全啊。对啊，人家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我们台湾的安全？的川普是台湾安全的关键。所以呢，就变成美国人都认为这不可能 ，too good to be true， 怎么会谈出这样的结果？大使，您提到了安全哈，谢老师我请教，因为最近对照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国防部的副部长徐思俭啊，他表示说呢，这个台湾政府推动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总金额是1.25兆台币，这大家都知道啊，和美元的话大概是折算是390亿美元，相关支出呢，其实分别是政府对政府军购，还有商业采购，以及台湾本地的生产制造，并不是都是对美采购。他要强调是这一点啊。然后他也说呢，大约还有3000多亿的台币是用在台湾自己本岛内的生产，其余的资金呢，则是对于这个对外的采购哈。所以您觉得台湾的国防的军购跟这次台美关税的谈判之间有联动性，还是一点都没有？您觉得？我觉得如同介大使这样讲，美国都是律师，他不会把它挂在一起，因为挂在一起对他不利。挂在，而且台湾没有办法要求把这个挂在一起。而且就以这个特别预算来讲，对美军售的部分，其实在关税抵定之前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就是我们委托美国政府当我们的专案管理人，然后由这些美国的国防部的人去跟那些美国国防厂商去谈后续的细节，所以这过程当中，美国国防部这些人是不会顾虑这些的。那商售的部分是我们跟美国的厂商谈，那就是在商言商，看谁会谈判。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要外溢到军售这边，我觉得现阶段不可能。台湾的军售谈判，就是特别是对美这一块，不管是因为军售，我们是委托美国国防部的人帮我们做专案管理，所以从选商到细节的敲定，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的人代表我们